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现在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，那我们要多吃一点暖心又暖胃的食物。今天就分享一个冬季的黄金食物红薯的做法。我89岁的外婆经常这样吃，面色红润，气色好，腿脚有劲，精神好。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2个洗净后的红薯，用刀把两头去掉，然后用削皮刀把红薯皮削掉。红薯曾被称为营养最均衡的食物，是典型的高钾低钠食物，其膳食纤维含量很高，好吃又很营养。天冷了，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薯，对我们身体好处很多。再把去皮的红薯切成厚厚的薄片，切得越薄越好，这样更容易蒸熟。在明代药圣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中曾提到，海中之人多瘦，而食甘薯故也，可见红薯的营养价值不一般。正是因为其丰富的营养价值，曾经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10大最佳蔬菜之一。红薯属于粗粮类，我们都知道粗粮富含膳食纤维，进入肠道后能清理肠道内的废物，将毒素和废物集合起来，让其顺利排出体外。冬天多吃红薯也不担心会长胖。切好之后把它装入盘中，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20分钟。趁这个时间准备一些红枣，把它放入一个大碗中，再放入一把葡萄干，往里边淋入少许清水，再加1勺食盐，加1勺淀粉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一个红枣和葡萄干都能裹上一层淀粉。红枣和葡萄干从晾晒到包装都会吸附很多的灰尘和杂质，所以我们在食用之前一定要好好的清洗一下。这里加食盐呢，食盐有杀菌消毒的作用，淀粉又有很强的吸附性，能很好的吸附红枣和葡萄干表面的杂质和细菌。抓拌至感觉有一点粘手，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再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红枣，把红枣和葡萄干清洗干净，把表面的淀粉清洗掉。洗净后给它控水捞出，再把它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红枣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给它控水捞出，再把它放到面板上。现在来处理一下红枣，用剪刀把红枣剪成小块，把枣核去掉。红枣是一种日常生活中极其常见的食品。成熟的红枣外表鲜红，味道甜美，富含维生素、矿物质等多种营养元素，被誉为天然维生素王子。冬季是1年中最冷的日子，人体的抵抗力在寒冷的冬季相对薄弱，适当的吃点红枣有助于补充维生素，提高抵抗力。红枣处理好以后，再和葡萄干一起切碎。葡萄干的含体量是新鲜葡萄的15倍，另外还含有多种矿物质、维生素和氨基酸。许多女性朋友，尤其在冬天，常有脸色苍白、手脚冰凉的症状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葡萄干，您会有惊喜发现哦。也不用切得太碎了，有点颗粒感会更好吃。切好之后把它装入盘中，放一旁备用。这会儿我们的红薯已蒸得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戳一根筷子下去试试看，如果能够很轻松就能戳穿的话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然后把蒸熟的红薯取出来，把它倒入一个大碗中，往里边加入50克红糖，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。再用擀面杖把红薯压成红薯泥，尽量给它压得细腻一些。如果想省力的朋友，也可以用料理机打成红薯泥，压成这样子就可以了。
然后把刚切碎的红枣、葡萄干加进来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各位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搅匀后，加入200克糯米粉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给它搅拌成这样没有干糯米粉就可以了。然后戴上一次性的手套，抓一小把面团，用手捏一捏，能捏成团就可以。如果觉得太干，可以加点清水；如果觉得太稀，可以加点糯米粉。然后把面团捏瓷实了，再放到手心中给它搓圆，搓成和乒乓球一样大小的小圆球就可以。再用手指在底部给它转出一个窝窝，这样更容易蒸熟。像这样一个非常可爱的红薯窝窝就做好了。接下来准备一个盘子，往里边倒入适量的糯米粉，再把窝窝放到糯米粉中，给它均匀的裹上一层糯米粉，像这样子就可以。然后在底部垫上一张油纸，防止粘连，再放到蒸屉上，中间要留一点空隙，防止粘连在一起。全部做好后，盖上盖子，冷水上锅蒸。盖上盖子，大火蒸30分钟。时间到，现在也蒸得差不多啦。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哇，好香啊！一股红枣和葡萄干的香味扑鼻而来，颜色也是非常的漂亮。像这样就已经蒸熟了，然后把它取出来放到面板上，像这样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软糯香甜的红薯糯米窝窝就这样做好了。这样做的红薯窝窝不仅口感软糯，而且造型也非常的可爱。我们取一个看看，柔软的触感瞬间就把食欲放大了 N 倍，轻咬一口是浸透心底的甜蜜，加了红枣和葡萄干，还有一点酸酸甜甜的口感，几种食材搭配在一起，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。这样做的红薯窝窝，我家孩子都能吃上好几个，用来当早餐或者是当零食都是非常不错的。冬天我们可以多吃一些，坚持吃上一段时间，您会有惊喜发现哦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